我来到了这个从未有人拍过的中俄边境乡村，江这边是黑龙江省伊春市江阴县，江对面是俄罗斯阿穆尔州。在这个称得上是地理意义上中国尽头的边境乡村，有怎样的风景和人文呢？离开下过初雪的伊春市后，我搭车前往黑河市浚克县，但误打误撞却来到了伊春市江阴县。这个边境县城曾因金矿而起，是过去人们淘金的集散地，而今现状如何？你好，我是阿树，欢迎和我开始新一集的中俄边境之旅。现在是凌晨的4点40分左右啊，今天是我在伊春市的第5天了。现在室内的温度是20多度啊，室外的温度是零下17度。这是我来东北1个多月经历最冷的一个天气啊。为什么今天起那么早呢？是因为我要往更北的地方出发了。咱们知道啊，就是黑龙江是中国跟俄罗斯的一个界河，然后今天我要去到黑龙江江畔的一个小县城叫浚克县啊，那里有俄罗斯族，所以我今天要去探访一下这个县城。再见了，这个小房子我住的挺舒服的，我挺喜欢这里的。中国灵都啊，连酒店都是贴着陵墓的照片。前天下的雪啊，今天已经化完了，不知道能不能打到车啊。现在先打个车。零下17度啊，但体感温度是零下21度。师傅啊，您觉得伊春这座城市怎么样？挺好的，挺好。来这里定居好不好？来这里定居吧，你就得是夏天来啊，完了冬天还得回你们那儿。冬天太冷了。对啊，这儿的冬天吧，就空气是好，但是说呢，外面你就是心脑血管病，一冷一热，就是你这嘎子屋里特别热啊，完了外面特别冷，它就容易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脑梗了、脑出血了啊，这种病特别的多。对，现在就是说这个都退休有劳保，他们就是冬天基本上就是三亚了、云南了，去的比较多。完了等到4月份就都回来了。4月份就差不多暖和了。对，但是说你夏天这个空气是一般地方比不了的，而且这嘎子你看就是说道路啊什么就是设施啥乱七八糟的建的挺完善的。对对。空无一人的客运新站啊，伊春市客运新站，地上还有一点积雪。哇，这环境也太好了吧！天上的星星真的是特别璀璨，而可能相机拍不太出来，这星星挺多的。公路客运总站，伊春市的人口流失挺厉害的，这里据说市区只有7、8万的人口。而且现在随着林业保护吧，这个林业开采的力度减少了很多以后，很多林业工人呢也陆续离开了伊春市啊。这一点跟鹤岗呢是有相似之处的。咋回事？这门都拉不开的。原来这里5点半才开门的，我5点10分就来了。这里一下暖和一点了，不然在外面冻着的话，真的会冻感冒的。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黑河市的浚克县啊。浚克县跟俄罗斯呢只有1河之隔，从伊春市到浚克县呢有362公里啊。王达山纯牛奶，这是本地的一个纯牛奶。我到了一个地方，我也想尝试当地的一些奶制品。像这个1升的话，它原价是13块钱，昨天就是打折嘛，然后8块钱我就买了1瓶啊，1升的就当水喝了。
我在伊春的客运站被告知，前往黑河市浚克县的班车已改为2天一班，今天不发车，明天才发车。于是我在卫星地图上寻找在中俄界江、黑龙江畔的县城村落，于是就发现了位于伊春最北部的嘉阴县，和浚克县一样，同样分布在黑龙江江畔。于是歪打正着，就有了这一期嘉阴县的旅行。我之所以要看黑龙江畔的地理和人文，是因为阿树看了一本书叫《黑龙江往事》，里面记录了清政府是如何一步一步把外兴安岭的土地割让，导致原本拥有入海口的黑龙江成为了中国境内掐头去尾的内陆江。这段历史令人望洋兴叹，也引起了我对黑龙江这一条河流的兴趣。嘉阴县位于伊春市最北边，南接鹤岗市，西连浚克县，小兴安岭自西南方向贯穿全境。隋唐时为女真族居住地，17世纪后为鄂伦春游猎之地，清朝归黑龙江将军管辖。10点半来到了嘉阴县，停车地方在郊区吧，现在打了一辆 taxi。师傅，您是嘉阴本地人吗？对，本地人啊。那这边有没有俄罗斯人来？这地方没有。没有啊？对，这地方它对岸这个俄罗斯没有城镇啊，是个小村子，是个小村子。对，这块再说这块没有口岸，这有口岸吗？它来回过货不过人不走人。县城它是哪一年有的？就日本占领东北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对，就有这。那最初设立这个县城是有什么作用吗？那边有个金矿，那时候日本的时候就有金矿都占着。所以这里最重要的产业就是那个矿是吗？矿现在停了，不要采了都。那个金矿已经停多少年了都。那现在这里依靠什么经济？现在这地方就是依靠种地了，农业县城。农业。对，没有工业。工业都一个厂子没有。来看一下这嘉阴住的一个房间，很明亮，然后2张床，卫生间看一下，还挺大的，还有洗浴一次性用品的，还挺喜欢这个房间的，采光特别好。这里面真的很暖和，跟外面真的是天壤之别，外面冷的不行，这里的话要一件一件的把衣服脱掉。另外呢，嘉阴县有一个事情让我挺吃惊的，也就是这里在县城内打车只要3块钱，就是由此可想啊，这个县城有多小，或者说这里的物价有多实在吧，比较便宜啊。另外一个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这个房间它居然有个空调啊。有没有像我一样奢侈人啊？用纯牛奶给洗这个橘子，刚才那瓶纯牛奶的话，因为它那个口子松了，所以就漏到这个袋子里面了。咱们逛一逛这个与俄罗斯隔河相望的嘉阴县啊。嘉阴县呢处在黑龙江的江畔啊。如果说黑龙江对岸有俄罗斯的一个县城的话呢，这里的发展一定是很好的，就像黑河一样。这里的建筑风格是这样的啊。这种大厦都有恐龙的一个图案啊，然后前面江边有一个雕像啊，上面写着恐龙之乡。这些临江的商铺啊，不少是俄罗斯商品、俄罗斯旅游商店、俄罗斯用品商店。嘉阴县啊，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因为游客比较少，它这里的恐龙博物馆已经闭馆了，包括它这里县城去到嘉阴口岸大概有10公里左右的一个公交车呢也停运了。从空中呢，我们能看到嘉阴县四周分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村落啊。原本呢，嘉阴县应该就是这些村落组成的，平房为主啊。后来呢，这个县城盖起了楼房以后，村民慢慢也就搬到县城买房住了。因为住楼房呢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因为楼房是到了每年10月份就开始供暖了嘛，供到来年的5月，也就有半年的时间供暖的。那么如果你住在村里面的平房的话，你还要吭哧的去烧煤取暖，特别费劲，特别麻烦。除了你自己烧煤取暖比较辛苦啊，比较费劲以外呢，烧煤取暖呢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一氧化碳中毒嘛。所以你看啊，盖了楼房以后，村民住进楼房里面了，就是空气也变好了，因为不再自己烧煤啊、烧柴取暖了。
咱们到江边看一下对岸的俄罗斯啊，航拍也能看到，主要就是几间简陋的房子啊，然后跟国内这边形成巨大的鲜明的对比啊。恐龙之乡啊，一个雕像，两个小孩骑着一头大鱼啊。诶，俄罗斯的房子主要是蓝色的木屋呀，看到有1、2、3、4间小屋子，小洋房的感觉。我在来黑龙江之前呢，我就看一本书叫《黑龙江往事》啊，所以呢，当我真正来到黑龙江，这就是黑龙江以后，我很想分享一下我看那本书的一些感受啊。本来呢，其实咱们是有入海口的，因为清政府一步一步割让领土啊，最终这个黑龙江成了一条掐头去尾的内陆河啊，中国跟俄罗斯的界河啊，黑龙江。哦，上面的这个冰雪啊，流速挺快的，因为本来是结冰了的这条河啊，现在因为太阳出来了，气温回升了，它就解冻了。你看，像一块大陆一样在流动。哇，听听这个声音啊！这让我想到去南极跟北极啊，就电视上看到那种看冰川融化的感觉。这个冰层撞击这个陆地，又发出非常响亮的声音啊！哇，大自然太神奇了。那个冰块走远了以后，让我想到就是一个水下的巨兽啊，然后它路过这里就发出奇怪的那个震天动地的声音以后，然后它走远了，又恢复宁静了。咱们走到江边，玩一下冰块。吃冰块喽，免费的哈尔滨冰块，这么大一块啊，好冰凉啊！跟正常的冰块一样，无色无味，还挺厚的哈，就晶莹剔透的。冰清玉洁。后来我才知道，东北人管这个现象叫跑冰排，一般出现在每年的4月中下旬。东北大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黑龙江、松花江等江河的冰层呢，也逐渐的融化解体，形成了一块一块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冰块。据说观赏东北跑冰排最好的位置就是距离嘉应县不远的黑河市的黑龙江段，因为那里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冰排呢在这里像是沙荒似的跑起来。而此刻属于11月中上旬，能看到跑冰排实属难得。我光在这里拍这个冰块，用无人机拍，用微单拍，用运动相机拍，就是拍的不亦乐乎啊！我们那边的话，既没有下雪，河流呢也不会结冰，还挺新鲜的，挺不可思议的。那么大一个冰层啊，然后那感觉特别的耳目一新吧，甚至觉得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啊，很不可思议啊。咱们刚才无人机也看到了，像俄罗斯那边的河岸是没有任何的冰块堆积的，这些冰块全是往中国沿岸，也就是南边的方向去堆积的。你看，堆了长长一条啊，这是因为中国这边地势比较低一点嘛。
像嘉荫市它的旅游的一个点呢，主要有几个，一个是界江风光，也就是跟俄罗斯接壤的这条黑龙江的一个沿岸风光，另外一个是毛兰峡峡谷啊，这是一个既可以看秋景，也可以在这个森林秘境里面探幽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啊。然后还有一个的话，这里因为说是恐龙的一个故乡啊，反正就在这里发现了中国第一个什么什么恐龙，恐龙之乡啊。哦，咱们来看一下嘉荫的一个简介啊。享有恐龙之乡美誉的边城嘉荫，坐落在小兴安岭的北麓，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是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边境线长249.5公里啊，行政区域6739平方公里，辖3镇6乡，一个中职企业鸟嘎拉金矿局，一个省属企业嘉荫农场，总人口8万1千啊。这边人不多啊，主要是一些老人在这里晒太阳。江边有很多的恐龙雕像，像这个是鸭嘴龙，栏杆上也画着各种的恐龙图案。薄板龙、棘走龙，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恐龙画像。恐龙乐园，免费的。这个嘉荫县的话，8万来人口啊。这个江边的公园也好，广场也好，感觉人挺少的。这是霸王龙吗？嘿，3颗恐龙蛋，就3盏灯。又有3头恐龙，这么可爱的小猪啊！一名阿姐告诉我，像嘉荫县有3、4条公交线路啊。这个是边防3连，还有易通牧业，包括林业局啊。可见这里除了旅游业，还有林业也是它的一个经济产业之一吧。俄罗斯商品、俄罗斯旅游商店、俄罗斯用品商店。哦，这里有一个清仓甩卖的俄货精品商铺啊，都是俄国进口的吗？对，几乎都是。啊、不干了。是游客太少还是什么？不想干了，我干点别的。全麦果仁列巴面包，这个多少钱？10块钱。5块钱巧克力。哎，味道倒是不错，咸口的。刚才女老板告诉我，嘉荫是中国第一个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所以这里的街道都是以恐龙的名字命名的。这里的建筑还挺欧式的哈。杂货店、烧烤。农贸市场啊，一个小恐龙，太冷了，那居民都进入了猫冬模式啊，不太出门。天冷有个好处啊，连这个冰箱的电费都省了。哎，大姐，这个为什么要用塑料袋包着呢？这个？啊，怕它这个风一烧就干巴皮儿了，就干巴淋了，跨不下来了。哦，怕它太干了。对，怕它干了。嗯，这是哪里来的鱼啊？江里的，黑龙江的。黑龙江的哈，野生的吗？对，野生的。这头鱼好大，是什么鱼啊？黄鱼，有多少斤啊？那时候100多斤。啊，这个是小的。这还是小的。这个卖多少钱呢？卖30。啊。嘿。对，看一下这些山货啊，35一斤。哎，咸菜、凉菜。哦，这是卖酸菜、酸白菜。东北炖豆腐炖。刚才那位大姐告诉我，这一个农贸市场就是嘉荫县最主要的一个菜市场了，是最多居民来购买菜啊，
买物资的一个地方。这边因为县城太小了，不像哈尔滨啊、长春这些有早市，它这个就是从早到晚都在这里。西瓜，刚刚捡的大西瓜1块钱一斤。那量。您是本地人吗？本地人，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对，50来年了。50来年了。我过来旅游，但是我来的不是季节。对是，来晚了。来晚了哈。明年早来。早来啊，明年早来。哎。您家的大白菜吗？是。啊。1.5。1.5啊。对，冻白菜。卖冻白菜可以蘸酱吃那种。哦。就是卖冻白菜了。你好，你好。哎，这条街吃的挺多的哈，好像牛羊肉、饺子、地方菜，还有小城饺子，叫铁锅焖面、麻辣烫，6.9块的一个板面，20块钱一份啊，有20个。而且您是啥馅的？我这个，我这是韭菜鸡蛋的，韭菜鸡蛋，白菜的。就为啥冬至有吃饺子这个习俗呢？就是这老祖宗传下来的。立冬是吧？对，现在立冬不是冬至。不是冬至。哦，立冬啊。吃饺子这一冬天也不动耳朵。有火力。一盘现做的大葱猪肉饺子，这个蒜泥，来一点。你们一般是吃醋还是吃酱油呀？吃饺子的话。我们啥都吃。来一点醋吧，我吃饺子还是习惯醋跟蒜泥。啊，这里还有一个芥末油，第一次看到有这个，来一点。今天是立冬啊，大家吃饺子没有？立冬为什么要吃饺子呢？据说是因为立冬是属于秋天跟冬天的一个交界的地方，所以有饺子之时啊，吃饺子就是有顺从天意的一个意思啊。来了，有点烫，它这个是现包现做的一个大葱猪肉的饺子，等了约15分钟吧，但是这个味道挺好吃的，等这15分钟值得。先包一个猪肉葱花。酱呢，就是有滴了2滴芥末以后呢，它就是整个口味变得非常丰富，有辣椒、有蒜泥、有醋，还有1-2滴芥末。冬至吃饺子呢，还有一个寓意就是纪念，说是张仲景嘛，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啊，张仲景呢为了救助这个瘟疫中的老百姓，他就用这个很薄的面皮包了一些羊肉啊，还有一些药材啊，就分发给老百姓。然后呢，老百姓吃了这个以后，就达到了这个冬天防冻的一个效果。然后就是老百姓后来为了纪念张仲景嘛，然后纪念他这个高尚的医德，就每年吃饺子的一个习俗就传承下来了。这个饺子皮吃口感的话特别软嫩，挺薄的，然后里面的大葱跟猪肉的话，就是我觉得味道咸度是刚刚合适的。我刚看了一下，吃饺子还有第3种含义，说是为了保护冬天里面耳朵免受冻伤嘛，因为饺子的这个形状比较像耳朵。这蒜泥蘸多了。里面那个肉馅还挺足的哈。哎，吃饱了，太满足了。进入秋冬季节以后，东北天黑的特别快，所以我常有一种争分夺秒去拍摄的感觉。看到里面那位小哥没有？穿着短袖，外面呢就我穿2件羽绒服，1件卫衫。这有一个养老院啊。今年来到嘉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地方写着宾馆，然后我推门进去以后，看到有3个老人在包饺子啊。他说这里不是宾馆，这里是养老院。在东北的一些小县城啊，我越来越能够感觉到这个养老院是挺多的。
小县城的老人呢，因为他们的子女在小县城不好找工作或者没有好的发展，所以都前往了大城市去发展去就业。然后老人呢，要么是子女没有办法在城市定居，所以没有办法去到城市，要么就是喜欢小县城的生活。因为这样，所以小县城的老人呢，跟他们的子女就分隔两地了。那么没有人照顾的老人呢，就只能住进养老院了。这也是小县城里面养老院越来越多的其中一个原因吧。在黑龙江的江边有一个俄罗斯风情园，在中俄边境县城城市啊，最多的一个装饰物就是这些套娃了吧。在珲春也好，绥芬河也好，到处可见啊。一些恐龙的雕塑，用草铺着。在吹箫的男人，冰天雪地里，一对情侣策马奔腾在林海雪原的，这个是马车出行的人们。打击偷渡越界，举办违法游讲。一些江边的公园有桌子椅子，有一些健身设施。黑龙江嘉荫段流域图有很多的湿地，下面有很多船只啊，有一个船楼吧，写着中国海事。刚才在嘉荫县城逛街啊，很多人就是感到匪夷所思。他说：“你怎么会这个时间点来嘉荫旅游呢？这个时候就是因为秋景已过，冬景未到啊。像冬天的话，像黑龙江嘉荫段的话，有非常漂亮的雾凇啊。你看对面是有很多树木的。雾凇形成有2个条件，一个是这个地方要有很丰富的水汽，另外呢，它的气温要足够冷。你像嘉荫段，你看对面，嘉荫是属于伊春市管辖的，所以这一艘船就叫伊春号。这些感觉是废弃的船只啊。那艘船写着哈尔滨，这些是游船的，它写着龙江游啊，黑龙江简称龙江啊，龙江游001号，龙江客02号，这艘感觉有点年头了。嘉荫县呢，过去叫佛山县的，后来因为跟广东的佛山县重名了，所以就改名为嘉荫县。秋日的阳光把我的身影拉长。这是一艘哈尔滨号，这一艘感觉是最陈旧的，应该是报废了。上面写着嘉兴推310。这个是这艘大船的锚啊。这艘就是游船了，应该夏天就运营吧。然后它是用一根铁丝，系着那里有一根固定物的。上面有一副国旗。像这一艘游船是有2层的，这是看水位的一个测量表吧。嘉运客001，那时候是嘉运客002。种什么呀？种苞米、黄豆。哦，就是这样。
您了解这个县的历史吗？管理的人日子不好过，一般一般到这儿了，完了到这儿人越聚越多，形成这个县城了。原来就江边这一溜，那边都没有房子，就这一溜啊，沿着江小房啊，基本上到冬天屯里都空了，全空了。对，哦，夏天回去种地，他们现在可牛了，夏天回去种地。冬天收完地，就这时候收完秋了，你看地里没有东西了，没有庄稼了，全回到县城里猫冬了啊，猫冬了。打了辆车来到了嘉阴县3公里外的一个村子，叫新发村。我为什么知道新发村？是因为我看网上这个新发村是冬天看雾凇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到冬天以后，这个江边特别漂亮的雾凇，然后我过来想在村里随意溜达一下，然后那位师傅就把我带到一个卖院子的一个平房前面，咱们打个电话看一下。哎，你好，哦，111平，32万，房照，他能过户吗？签合同，32万块钱人民币啊，他的一个房屋的面积是111平啊。哦，裸了一些柴火，他们的平房都是有烟囱的，就是取暖。这村子挺静谧的，叫边江小村啊。那户人家之所以卖房，是因为他媳妇去山东工作了，他们一家人就跟过去了，所以房子装修没多久就没人住了，所以想卖房。32万块钱有点吃不消呀。哦，这夕阳特别暖和，就是饱和度特别高，就是很红、很橙、很黄。哦，这一户人家还养了马呢，一头骏马，这是驴还是马啊？这是马，但是它的毛好特别。山上捡来取暖的。我问这名大娘，住县城的楼房有统一供暖，不用自己烧柴取暖，多方便呀？咱住不起，咱是老农民，咱是种地的啊，人家住楼的都是上班的啊。那你小孩呢？小孩在眼里住楼。那你住小孩家里面呀？哎，咱和人家掺和啥呀？人家年轻的，咱岁数大了啊，住不得一块啊。岁数大了住楼上不来下不去的。啊，山东以南的。哦。沂蒙山区的。是哪一年过来的？备战那年。啊？备战那年就完了，哎呀，老毛子要打过来的那年。备战。啊，那年不要备战要和中国打仗吗？完了后人又消失了，又没事了。这名大娘说的备战，大概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跟苏联的关系不断交恶，中苏边境发生冲突。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中，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中苏双方面临核战争。同年，国内这边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运动，积极备战。大娘迁徙到嘉阴县，大概跟当年鼓励民众到边疆定居戍边有关。这名奶奶啊，她说喜欢住在村里的平房，因为村里面的话可以自己种菜啊，养鸡啊。你在县城的楼房里面就没法弄。这村很让我想到我在图门市逛的这个中朝边境村落，叫庆荣村啊。那一集的话很精彩啊。在收这些玉米杆的一辆车啊。你好，你好。哦，养了10几头鹅。才下午4点不到，太阳就完全沉入西山了。太阳下山以后，一下子感觉冷了有7、8度吧。哦，这是一条狼狗啊，还好拴着链子。鸟叫声，狗吠声。这是新发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啊，村民委员会。这个是要拿回屋里烧柴取暖哈。对了，这边东北这边太冷了。哎呀，我们也嫌乎冷，但是我们屋里热乎。
嗯，得烧火。这里最冷有多少度啊？冬天30多度。哦，零下30多度。嗯，早晚温差大，我发现了。对对对。你咋不住现成的楼房呢？楼房啊，住不习惯呗。嗯，也有买楼房的，住楼房得劲儿啊，不用烧火，进去就是啥时候进啥时候热乎。现在小年轻人都在楼里。啊。在平房来回上下来回走得劲儿，你上楼房上下不得劲儿。啊，懂了。爬上爬下不方便。对对对对。再一个，你住楼房，在农村这都认识，你楼房这谁家都门都对着，不认识。嗯，是不是啊？是的，是的。前面还有杨子，夏天还种菜，都够吃的了。像我们这岁数大人都不爱那个在那个城里住，年轻人现在找对象呢，都得在城里买楼。不买楼人家不干。嗯，你小孩成家了吗？成家了。啊，你给他买的房还是他自己买的？小姑娘人家给整的。好，您慢慢忙吧哈。嗯，再见。在这你得多穿。嘉阴县它没有伊春那么冷，伊春今天早上我过来的时候已经到零下18度了。你看村里面这些平房的烧柴火烧煤的话，然后那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烟雾啊。咱们走到黑龙江边一路走回去吧，然后大概有3-4公里。如果不冷的话，走这条路那是很舒服的。你看啊，为什么我说新发村看雾凇特别棒呢？你看它这边树边有很多的树木，它到了冬天也就12月份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冰雪世界啊。假设一天你醒来，这些树木挂满了冰霜啊，每一棵树都像一个精美的艺术品一样。也不是说一句东北话叫哎呀妈呀，今晚这晚霞太漂亮了，这饱和度特别高，而且橙红的一轮弯月，然后那边一个红白相间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老爷车划过田间地头。月亮出来了。今天的天气预报说是极易感冒的一个天气啊，所以我要小跑起来了，让身体暖和一点，像整个身体感觉冰凉的。这里走了大概有1.5公里了吧，一个人都没遇到。这里是有边防驻军的。然后然后嘉阴县的建筑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美轮美奂的。这一路太美了，就是有点冷，太冷了，我感觉我这脸都快冻伤了，感觉我这个手都抽筋了，不知道是不是太冷了。
我看到了，俄罗斯那边的话，江边那4座房子呢也亮起了灯光，灯光在水里有倒影，真的江两边差别挺大的。江的这边的话灯光灿烂啊，而对面呢就是零星几个灯光。这就是中午的时候逛了一个黑龙江江边啊，也是江畔公园。到了夜晚的话，他换了新衣啊，灯光亮起，这是恐龙的骨架吧。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下期影片咱们将来到黑龙江省更北的黑河市逊克县，这里有一个宛如遗世独立的边疆村，也被称为俄罗斯族第一村，置身其中不可思议。一张张俄罗斯人的脸却说着地道的东北话，他们的祖辈幸存于一个一个腥风血雨的历史事件，行走在村里，听到的看到的都令人唏嘘。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我回去拿一件衣服，咱们再出来找点好吃的。你看偌大一个广场就我一个人，东北人已经进入猫冬模式了，冬眠模式，被冻惨了。经过这一次，我决定以后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放一件羽绒服，另外再放一件羽绒服在包里面。然后赶紧回去，一边捣素材，在床上就睡着了，然后醒来已经8点多了。咱们来吃一个6.9块的板面吧，牛肉板面，2块牛肉，14块钱了。